印第安纳琼斯古老之圈是来自德军总部系列背后的 Machine Games 团队与 Lucasfilm Games 和 Todd Howard 共同打造的作品。这是一个计划了大约20年的项目，基于一个在80年代达到巅峰的经典电影系列。这款游戏采用了秘境探险和古墓奇兵的流行公式。印第安纳琼斯古老却是一款融合了多种流行游戏类型的游戏，甚至还让人联想到90年代早期的点击冒险游戏、解谜墓穴类型，如秘境探险、上古卷轴天际以及以往印第安纳琼斯这个流行 IP 的玩法。印第安纳琼斯古老之圈的故事发生在法贵骑兵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937年。这是一个充满政治紧张局势的年代，也是2战前的黄金时代。印第安纳琼斯离开他任教的学院，开始调查为什么有人盯上了属于博物馆的古代文物。在冒险过程中，你将遇到来自意大利的考古学家吉娜，他将成为游戏中主要部分的探索和战斗伙伴。故事将带你环游世界，收集各种文物。而这些文物的组合将对纳粹德国军队形成重大优势。这个故事充满了印第安纳琼斯标志性的幽默和对经典电影的致敬，既能让老粉丝感到满足，也能让从未看过电影的新粉丝感到兴奋。尽管重新振兴这个超过30年历史的经典角色看起来有些奇怪，但哈里森·福特的魅力依旧不减，而由特洛伊·贝克完美诠释的声音表现也让这一角色活灵活现。这是一款半开放世界的游戏，印第安纳琼斯古老之圈比你想象的更大更长。游戏将带你前往多个地点，其中一些地点提供主线任务、谜团和支线任务，还有各种收藏品，这些都是为让你获得更多经验，并通过自然探索升级印第安纳琼斯。每个地点都与故事紧密相连，让你感受到环球旅行的魅力。在这场收集古代文物对抗纳粹对手沃斯的军备竞赛中，印第安纳琼斯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款游戏主要关注于探索，其次是沉浸式的印第安纳琼斯体验，再其次是前行和间谍行动，最后才是手动战斗或枪械战斗作为最后的手段。让我们先谈谈印第安纳琼斯古老之圈的设备问题。玩家对这款游戏的第一个疑问是游戏的视角选择，大部分游戏是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的。当印第安纳琼斯攀爬、互动或操作大型物品时，你可以看到他的全身并切换至第3人称视角，但大多数时间是以第一人称进行游戏。是游戏包含约4小时的过场动画，但你可能不会觉得这很漫长。选择第一人称视角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但 Machine Games 坚持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这是他们作为德军总部后开发工作室的专长。一旦上手印第安纳琼斯，你会理解为什么选择第一人称视角是一个有趣的创新。如果你足够耐心，你应该可以不穿伪装就偷偷绕过一些守卫。但如果你这样做，你会在第3人称视角中看到穿上新装的印第安纳琼斯，比如攀爬或在过场动画中。一个最令人惊喜的地方是印第安纳琼斯古老之圈中有支线任务，我认为这些支线应该是不可跳过的。我很早就意识到支线任务对游戏的叙事和体验非常重要。这些支线任务带我进入巨大的墓穴或地穴，这些废弃的地点就像从印第安纳琼斯电影中直接搬出来的一样，即使是像寻找失踪的人这样简单的事情，也会变成一场巨大的墓穴探索，伴随着错综复杂的谜题、平台挑战、障碍和陷阱。这些支线都非常精心设计，让人感觉像是游戏的主要部分。游戏中还有一些可以收集的物品，比如医药或照片，但很多你收集到的东西实际上可以用来升级角色或赋予琼斯更多的战斗选项。虽然有主线任务可以追随，但如果你选择只专注于主线，我认为你会错过大量的游戏体验机会。对我来说，印第安纳琼斯 Ken 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战斗游戏的循环。游戏里有一些出色的徒手战斗机制，比如躲避招架和揍到敌人，或使用即兴的手持武器消灭敌人，这样的战斗体验非常棒。除非你被2个或更多敌人包围，你可以击到1名士兵，但接下来就会有2个或更多人带住火器和重武器冲向你，有时候你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战斗中最棒的部分是琼斯的鞭子，你可以用它绊倒敌人，或抓住敌人将其拉过来进行一连串的拳击。鞭子可以用来从背击到敌人，将其击倒在地，然后再重击敌人以使其手中的武器掉落，但你需要保持与敌人的距离，否则鞭子只会抽打敌人，这会让他们开始攻击你。鞭子是琼斯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游戏中通常仅用于到达高处或跨越间隙，除非上下文要求使用鞭子，否则你不会主动去测试鞭子能与哪些物品互动。因此在探索机制方面，鞭子的玩法可能相当有限，但在战斗中你可以用它让敌人晕眩或解除武装，这种感觉非常棒。另一个印第安纳琼斯的大问题可能是最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枪战。这款游戏由 Machine Games 开发，带有德军总部的基因，但我很惊讶地发现枪战只有腰射，而且准度低，瞄准感浮动，整体枪战体验感觉很差或未打磨好。最糟糕的是，敌人需要3到5发子弹才能被击到，有时候甚至需要2到3发近距离的爆头才能解决。
当你把武器对准敌人并将他们击倒时，会有一些爽快的时刻。看弹枪支的弹药从未足够应付超过2-3个士兵，因此一切都被简化成前行机制，就是偷偷摸摸地爬行或试图从背后击倒敌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游戏中没有锁喉或绞杀的动作。当你从背后击倒坏人时，你会把他们猛摔到地上，发出巨大声响。因此你最好在开放世界中进行大量可选探索，这样你可以从可选的升级书中获得更多的无声击杀方式。游戏中有一个机制，你可以花费探索或冒险点数，比如用相机拍照找到物品或文物，并完成任务来赚取货币。这些货币可以用来解锁琼斯的技能，让他更快更强，或者增加战斗伤害。印第安纳琼斯中的墓穴探索无疑是它最强的部分。每当你进入一个地穴或地穴废弃的古代遗迹地点时，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体验，这些地方可能已有数千年未有人迹。这是游戏真正闪耀的地方。从第一人称视角看住地下地穴，聆听沉水滴声光线穿透黑暗角落，与古老的石头、木头和机械谜题互动，完美捕捉了印第安纳琼斯的精髓。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谜题的挑战难度为简单到中等，有少数令人抓狂的谜题。某些时候你可以使用相机获得一些额外的提示。如果你卡住了，但我在游戏过程中能够自然解开每个谜题，并感到非常满足，能够解锁一个区域或找到回到地面的路。印第安纳琼斯会使用一本日记来追踪他的所有进度和可探索的物品及地点。你可以使用这本日记来查看提示或线索，追踪当前任务或目标的位置。主要关卡比如梵蒂冈、吉萨和索阿伊是迷你开放世界，这些地点的空间令人惊讶，里面塞满了大量活动。起初我以为他们让这些区域变得更大是为了拓展游戏时间，但开放世界中你偶然发现的大多数东西都有叙事或实质性的任务内容。游戏中有几个关卡，我在这里不会剧透，也不会展示太多。这些关卡相当线性，可旨在带你进入行动，然后从另一边出来。这些是主要的场景设置，但对于游戏玩法来说，这是我的一个批评点，就是节奏不太稳定，取决于你如何完成目标。你可能感觉像是在到处闲逛，寻找目标，而下一刻又可能感觉像是深入了一个很棒的墓穴，体验典型的印第安纳琼斯时刻，然后又可能潜入一个军事营地，被子弹和过多的士兵搞得焦头烂额。故事情节非常精彩，你遇到的角色也很棒，但在安静的时刻与激烈战斗和动作场景之间的对比非常强烈，这些场景之间的间隔也相当远。在完成游戏后，我觉得他们应该在游戏的头几个小时里加入更多大型场景来平衡节奏。如果你专注于主线内容而不去寻找升级书，你会发现后期的战斗会更加困难，因为这些升级书大多被锁在深度探索支线内容中，主要是在游戏初期的梵蒂冈或吉萨地区。如果你是图攻下军事营地，你需要极大的耐心，或者面对令人沮丧的不公平战斗和枪战死亡。尽管游戏的检查点设置很慷慨，但在试图突破装备精良的营地时，感觉并不令人满意。但如果你努力进入营地，你会发现大量有意义的升级作为回报。故事角色和地点完美地传达了印第安纳琼斯的感觉，花20到25小时探这些地点，完成支线和主线。我对这个游戏的主要批评就只是战斗机制和节奏问题，它为你提供了大量的游玩内容与体验，让你可以感受到置身于印第安纳琼斯的角色中，穿住他的皮鞋与皮夹克。我给印第安纳琼斯古老之圈打了8分。我对游戏的战斗和节奏问题批评得相当严厉，因为这些是我觉得最突出的问题。不过如果你能够花时间深入游玩并沉浸其中，这款游戏真的非常棒。我很久没玩这款 IP 的游戏了，我觉得这款作品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影片，我们下期再见。